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泥和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车未来》第6季第22集。这一集主要是讲弗莱养宠物的故事。快递员是越来越不好当了，不仅要去遥远的外星球，还要冒着被顾客追杀的危险回到飞船。班德有些饿了，弗莱说：“我可以吃掉自己。”还是莉拉靠谱，决定用免费软件查附近的餐馆，也就是 Windows 系统。宇宙餐厅8号星的国王正在点餐，轮到星际公司，弗莱要了一份沙拉肉酱，班德要了一份儿童套餐，莉拉却对食物表示怀疑，这到底是什么做的？健康吗？当然健康，都是放心食品。莉拉还是有点不相信，只点了份水果杯，结果水果被写成了一种谷类早餐，还是带着引号的。弗莱说：“我觉得很好啊，又不天天吃快餐。”这时，莉拉又在水果里吃到骨头，果然店员都是骗人的。从现在起，大家什么也不能吃，除非知道它到底是什么。三人来到宇宙农贸市场，莉拉拿起一颗白菜，看到上面的泥土和蜈蚣了吗？这才是健康食物的标志。还有这树根，多新鲜的美味啊！弗莱尝了尝限量版亚马逊枫糖浆，觉得味道很不错，不过老板娘更喜欢它的味道。班德来到最浓烈、最令人讨厌的烟草摊位旁，想要用烟斗抽一根多用烟。老板表示：“伙计，你这都 out 了。现在都不用烟斗，用这个，保证上帝他老人家也会想离你远远的。”与前两人不同，莉拉收获满满，最后准备再买个蛋，祖传鸡蛋，这名字不错，听着就很有排场，一定比寻常鸡蛋贵很多。她果断买了一打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莉拉就把所有人叫到公司，要挟大家吃有机健康食物，只要吃了脏兮兮的炒蛋，你就不会知道把柄，而且它不仅脏，还新鲜健康，可孵化。弗莱说：“你也太残忍了，竟然在无辜的小鸡孵化前就吃掉它！我拒绝使用未出生的小动物，要让它们安安全全直到孵化出来，然后再吃掉它。”说完就开始孵蛋。一旁人坐在电视机旁，莉拉表示：“是不是应该把电视机打开？不，这才是看电视的意义。”弗莱又吃掉一块巧克力，成堆的垃圾正好给孵化提供有利条件。班德再送他一口浓烟，弗莱愤怒，这可不利于孵蛋。班德说：“我正考虑给我的纯种马买游艇，不抽烟怎么思考？那就尝尝老母鸡的厉害吧。”赶走班德，约翰又来捣乱，弗莱气得赏他一巴掌。赫米斯打抱不平，反正都是要吃掉，你那么较真干嘛？弗莱表示那是之前，和他相处1周后，我已经对他有感情了。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，为什么这个蛋就不可以？因此我发誓，只要我在一天，就一定要让他健康快乐的出生。归你了，约翰。等等，蛋已成功孵化，不过嘛，小小年纪怎么这么暴力？班德还指望用这双脚去游艇呢，大家要解决他。弗莱制止，虽然他很丑，还有腐蚀性，但不能因为一个人就让他领盒饭。艾米说：“之前你也是这么想约翰的，现在自食其果了吧？”小兰可跟约翰不一样，他是弗莱的朋友，于是他成了弗莱的亲密宠物。眼看它越长越大，大家很担心，因为它实在不像一个宠物，玩个球就能轻易咬断班德的手臂。教授查了中世纪怪兽手册，发现小兰就是上面所记载的攻击类型，它只吃猎物的骨架，因此它也叫食骨兽或者是吸骨鬼。弗莱表示：“怎么可能？小兰平时只吃豆芽和混合汽水。”教授还说，它可以无性繁殖，只要给点安静音乐和一些食骨兽毛片，它就能生出一窝后代。莉拉问：“那可以把它送回族群吗？”那不能，它的族群早就灭绝了。那正好，我们可以重新引入这个物种。弗莱双手赞同。众人立刻把小兰送到外星球，看着弗莱对他那么好，赫米斯说：“别浪费感情了，这东西可没感情。他的大脑就像核桃仁那么大。核桃仁怎么了？很好吃啊。”弗莱不舍得和他道别，大家正准备回家，班德的酒精探测器却响了。来到酒吧，可这儿的人并不欢迎他们，但莉拉是个例外，谁不喜欢美女呢？绿帽问他们来这儿干嘛，艾米说出实情：食骨兽。哦，我的上帝！一听食骨兽，绿帽大吃一惊，因为几世纪以来，食骨兽都以他们的牲畜为食，直到绿帽把他们全部消灭。现在他们的牲畜多得杀都杀不完。为了避免灾难再次来临，绿帽要在小兰定居并繁殖前解决它。弗莱不同意，他保证小兰不会伤害牲畜。绿帽表示：“你拿什么保证？他只要闻到骨头的味道就会失控。今晚必须解决小兰。”两人僵持不下，莉拉决定帮弗莱，一招美人计就轻松搞定绿帽。
第二天，大家在惊叫中醒来，出门一看，牲畜都被吃掉了骨架。绿帽很生气，质问弗莱：“现在你还觉得他是无辜的吗？”弗莱坚决不信是小兰干的。绿帽不想跟他啰嗦，是要解决小兰，连美人计都没用了。晚上，因为受不了班德的浓烟，莉拉到外面透气，却被小兰攻击。弗莱不得不接受事实，他爱小兰，但更爱莉拉。艾米说：“别难过，绿帽很有经验的，他一定会让小兰开心领盒饭。不过小兰可是弗莱的宠物，就算要解决他，那也是弗莱动手。他拿着骷髅，打算引小兰出来，但走了几个小时也不见小兰的身影，但愿还能找到回去的路。”艾米说：“放心，我用面包渣做了记号。”班德也留了一路的雪茄。莉拉却表示不用这么做，自己只是受了轻微的脑震荡。但弗莱别无选择，他不能再让他伤害自己最爱的人。这时，小兰终于出现，弗莱独自行动，他却先一步攻击了弗莱。弗莱吓得只好开枪，小兰受伤倒地，众人上前查看。小兰突然开口说话，扯下头套一看，竟然是绿帽。原来为了重新获得人们的崇拜，他假扮了小兰，结果发现小兰只吃素，所以他就自己解决了牲畜。至于攻击莉拉，是想俘获她的芳心。虽然在酒吧也很受欢迎，但那是因为他是迎宾。事情终于真相大白，众人激动欢呼，但转眼一看，小兰正在吃牲畜。看来绿帽说的不完全对，这下弗莱真的得解决他。村民想到个好办法，他们的牲畜泛滥，小兰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吃掉骨架也正合快不掉的懒惰消费者之意。重要的是，从现在起有新鲜的有机太空肉吃了。虽然小兰的种族是恐怖的食骨兽，但这并不代表所有食骨兽都很恐怖。动物也有感情，只要你用心对它，它又怎么可能会伤害你？因此，无论大家多么讨厌小兰，弗莱都始终站在他这边。就算他真的如朋友所说吃掉了所有牲畜，弗莱也还是愿意相信他，因为他不仅是宠物，也是他的朋友，而朋友就是需要无条件信任。直到他伤害了莉拉，弗莱才艰难做出了选择。这也可以看出，莉拉在他心中真的很重要。朋友千万，但最爱的人却只有一个啊。对于绿帽，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英雄，何况是曾经当过英雄的人。从山顶跌落的滋味并不好受，所以他才会想尽办法重回山顶。就算只是当个普通的迎宾，一切都是虚荣心在作祟。每个人都可能有虚荣心，关键是不要因为他而拉低认知，更不要因为他去改变自己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、评论加转发。我是草妮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